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。如果你是80后、90后，那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见过小飞机吗？80年代在中国连续发生过好几次儿童目睹小飞机的事件，我相信呢，有不少人都有相类似的经历。小飞机呢，一种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多次在中国偏僻地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，形态上与普通飞机无异，但长度仅在1米左右，最短的不到30公分，飞行高度一般在10米以下，飞行速度不快，经常在农村地区的小楼房间穿梭，偶尔呢也会在楼顶盘旋。当有人接近的时候，会瞬间爬升高度，形状呢和现在的客机、战斗机差不多。那个时候的儿童啊，会经常告诉大人说：“妈妈，快看飞机！”但换来的是种种的否定的回答。直到现在呢，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回忆起童年时代看到的小飞机，而且呢，据众多目击者描述，小飞机上还有乘客，乘客会透过飞机窗户向人挥手致意，甚至走下飞机。和小飞机一样，乘客的身高也按比例缩小，但其他特征与人无异。此外，小飞机种类也特别的繁多，包含了当时已知人造飞机的几乎所有种类，包括客机、战斗机、直升机、老式飞机。小飞机的飞行高度啊，一般都在10米以下，也就是差不多3层楼的高度，甚至更低。经常在农村地区的平房街穿行，不会刻意躲避人群，但几乎都只被小孩子发现过。很多小孩拿着竹竿试图将其挑落，可始终无法成功。到目前为止，关于小飞机的回忆数不胜数，而且人们也为此争执不休。有人就说了，其实所谓的小飞机事件呀，就是无中生有，或者小孩子把天上的飞机当成了小飞机。由于距离远，空中的飞机在视觉效果上看起来很小，但小孩呢认知能力不足，很容易把它误解为某种神秘现象，其实不过是正常的飞机罢了。也有人认为呢，是人的大脑在欺骗我们，就是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把这个故事套用在自己身上，这一旦有某个符合的点，大脑就会形成一套故事。还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集体幻想。集体幻想这个词呢并不陌生，早些年就因为有人说自己在日本喝过一款金苹果的芬达，然后引起了全民的讨论。更神奇的是，这饮料公司啊也觉得自己确实发布过这款饮料，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。关于集体幻想的原因，没有什么完整的解释，就像是人被偷了一段记忆。也有网友说了，可能小飞机是当时乱飞的航模。更有玄乎的说法是，说只有小孩的眼睛才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众说纷纭，没有定论。所以你是如何看待小飞机事件呢？故事来自网络，不足为信。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订阅关注，别忘了